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我在上一期视频中详细解释了蛋白质，今天我将为大家继续解读《碳水化合物的故事》这本书。如果你想要减肥，经常有神秘不适感，或者想要提高大脑生产力，那么这本书我会强烈推荐给你，因为书中深入讨论了碳水化合物与这些问题的密切关系。让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视频的结论。通过摄入适量的碳水化合物，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好处，但是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会产生许多危害。不摄入碳水化合物会导致大脑无法正常工作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们将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解释：一、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的危害；二、不摄入碳水化合物也没关系；三、我们应该做的3件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的危害。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可能导致增加肥胖和疾病的风险，加速衰老，降低注意力，令人容易发怒，及大脑和身体性能下降。碳水化合物主要包括大米、面包、面条等淀粉质，以及糖果、果汁、砂糖等。为什么碳水化合物有害呢？因为它们会导致血糖水平剧烈波动。当我们摄入碳水化合物时，血糖水平会迅速上升，然后迅速下降。血糖水平是指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，高或低表示血液中葡萄糖的多或少。这种上下波动并不是好事，会导致身体积累多余脂肪，增加肥胖和疾病的风险，还会加速衰老。急剧下降的血糖水平会让我们感到疲倦，这也是饭后困倦的原因之一。另外，碳水化合物还具有成瘾性。摄入碳水化合物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，这是一种让我们感到愉悦的物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想要更多糖分的原因。然而，沉迷于低碳水化合物也是危险的，因为摄入过多会导致刚才提到的许多缺点。事实上，碳水化合物是导致人体发胖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它们让我们变得越吃越多，而不容易产生饱腹感。那么，为什么过度肥胖不好呢？因为一些有害物质会寄居在体脂肪中，如水银、砷、镉等重金属以及苯等有害化学物质，这会对大脑和身体造成不适。如果我们能够燃烧体脂肪，就能将这些有害物质赶出去，使身体更为轻盈，充满活力，能够提高大脑、心理和身体的性能。顺便提一下，男性和女性的标准体脂肪率分别是：男性15%至19%，女性23%至29%。如果追求健美外观和提高大脑性能，男性的体脂肪率应在10%至14%，女性则应在16%至22%左右。所以，关注体脂肪率比关注体重更为重要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第二部分，即不摄入碳水化合物也没关系。有人可能认为不摄入碳水化合物会导致大脑无法正常工作，但事实上，能源来源不仅仅是碳水化合物。人体使用的能源主要有2种：葡萄糖和酮体。葡萄糖主要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的糖原，以及从体脂中制造而成。另一种酮体主要由脂质和体脂制造。不摄入碳水化合物也可以产生能量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并不是完全不摄入碳水化合物，因为蔬菜、鱼和肉等食物中也含有少量碳水化合物。因此，减少大米、面包和面条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可以的。虽然不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，但是蛋白质和脂质是必须要充分摄入的。蛋白质和脂质非常重要，它们是构成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蛋白质用于构建肌肉、骨骼、血管、皮肤和指甲等，而且它们还是激素和酶的原材料。脂质是构建细胞膜的重要原料。我们的身体由大约37兆个细胞构成，而所有这些细胞的细胞膜的原料都是脂质。蛋白质和脂质对于构建身体非常重要。另外，脂质也可以转化为能量，就像之前说的，能从脂质中产生酮体这种能量。而且，脂质的好处是与碳水化合物不同，
它不会使血糖剧烈波动，并且在体内产生使人感到饱腹的激素，令人不容易发胖。只要充分摄取蛋白质和脂质，就能建立健康的身体，同时为大脑和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。接下来进入第3部分，我们应该做的3件事。总结一下，这3件事是：1. 摄取高营养价值的食物；2. 避免果汁和油炸食物；3. 保持摄入充足的水分。那么，我们按顺序来解释。首先是第一个，摄取高营养价值的食物。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我们应该增加摄入的食物包括谷类、蔬菜、水果、鱼、鸡肉、豆类、坚果、橄榄油、咖啡和茶。但是请注意，水果、谷类、谷物和快精类食物的糖分相对较高，因此请避免摄入过量。另外，还有蘑菇、海藻、蔬菜、鸡蛋、黑巧克力和富含良好脂肪的黄油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还有其他重要的营养品，如铁、锌、镁、叶酸、维生素、Omega-3脂肪酸、胆碱和必需氨基酸。相反，应该减少摄入包括糖果、加工肉、油炸食品和快餐等食物。简单来说，糖果通常含糖量较高，所以要少吃。加工肉除了高档的优质加工肉外，通常还有较多添加物，所以要谨慎食用。至于油炸食品和快餐，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过度终末糖化产物，因此也要控制摄入的量。接下来是第2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避免果汁和油炸食物。果汁和油炸食物要特别小心。果汁虽然没有列在刚才提到的减少摄入的食物中，但也不是好东西，应该减少摄入。因为果汁富含糖分，也就是说含有大量砂糖，会使血糖上升，而且由于是液体，吸收速度特别快，与食物相比，果汁导致血糖急剧上升的速度更快，对身体非常不好。另外，尽管不是果汁，但常见的蔬菜汁、罐装咖啡里也含有很多糖分，所以也不推荐。至于油炸食物，就如之前所说，过度终末糖化产物含量较高，对我们的皮肤有害，会导致老化。烹饪方法会影响食物的营养价值。营养价值由高到低的烹饪方法顺序依次是：生食、蒸、煮、烤、炸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尽量增加生食、蒸和煮的烹饪次数。我们应该做的第3件事是经常饮水，每天饮水量应该在1.5到2升左右。要经常饮水的原因是因为水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有助于将体内的废物排出，这对大脑和身体当然是有好处的。不仅有助于减肥，还使皮肤更加光滑。女演员何模特每天喝2升水的说法是众所周知的。经常摄取水分还有助于调整自律神经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对大脑、心理和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让我们每天保持摄入1到2升2的水分的习惯。过度肥胖的原因在于大脑和肠道。肥胖的人，要么是大脑功能异常，要么是肠道环境差，也可能是2者都有问题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太胖了，那么你需要改善这2者中的一个原因，或2者都需要改善。改善的方法对于大脑和肠道是相同的，那就是摄入足够的蔬菜、蛋白质和脂质。摄入糖分本身并没有错，重要的是在摄入糖分之前，确保充分摄入蔬菜、蛋白质和脂质，这是关键。这是因为纤维、蛋白质和脂质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，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对健康有益的食物。让我们摄取足够的蔬菜、蛋白质和脂质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其他的还有睡眠、运动、减轻压力、适度饮酒等也很重要。这样一来，你不仅会变瘦，而且还会提高幸福感，提升大脑性能，减少体感疲劳等等，有着巨大的好处。所以，请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希望本次的知识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
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